我有一个要求，你的手环不能摘。虽然是你抢的吧，但是我刚好也想送给你。你的手环呢？放在这里，他会听到我的心跳。反正啊，这个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；要不然呢，就在沉默中涮点毛肚、百叶，把锅底儿要就得要。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对不对？吃饭的时候不能谈工作，尤其吃火锅时。嗨，手别乱挥，小心招苍蝇。要不你给我说说呗？你听得懂我说的重点吗？无非就是想说，你不喜欢欺骗，让我小心点，绝对要忠贞不二嘛。我追你肯定是听你的嘛。今天我想买你一天。出多少钱啊？我永远付不起的价格。没有诚意。我永远付不起的价格，那你永远都是我的债主，那我们永远就有断不掉的关系。10月大小桥度蜜月去了，怕你心寒。你这话怎么听得幸灾乐祸的？我这么朴素的陈述句，你都能听出话外音来，有长进。干嘛？被你怼着上火，我降降温。中国有一句老话，叫“独角难行，孤掌难鸣”。10月刚才订了明天上午回程的机票，和南桥一起。那就通知 VRV， 明天10点再动手。你是要收网了吗？总是要等人齐了，才能开始啊。你经常来这儿吗？喜欢吗？当然喜欢啊，但我也不会那么任性，突然就跑来看个夕阳。所以你消失不见的时候，都是来这儿的吗？你说的有一半是对，有一半是错的。我来不是看夕阳，是来看哨所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白日梦，我的梦呢，就是站在边疆，守着祖国。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男生想当兵的一个英雄梦吧。看，本来那个梦想已经离我那么近了，谁想到结果还是差一点运气。信啊，但为什么是差一点？差一点运气。我本来以为这个心结会永远都过不去了。那你现在突然穿越大半个中国，带我来看他，是运气回来了吗？因为我的运气现在都花在你身上。7号，我按您的意思把人给圈起来了。别伤了他。
等10月回来，我还是要完璧归赵的。VIV 的合同，之前律师团队曾经提出过修订意见。觉得我多加5%多了？您的决定自然有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只要 Rains 能够在短时间内市值飙升，股权多少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国内市场的份额比例。这第一份大礼没喂饱他，我肯定要再加一份了。你说这人年纪大了，是不是胃口也跟着越来越大呀？他毕竟是您的人，回家是早晚的事情。你也觉得我是在逼他？我是觉得您太有耐心了，我担心您的这份耐心会被他一点一点的耗没了。我都说了这么多了，你是时候说一下你的想法。你想听什么？听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想的飞行器？大概20年以前吧。你不会是想要告诉我，你小时候命里就跟这个飞行器结缘了？没有，我小时候特别调皮，不服管。有一次呢，我爸把我关在阁楼里面，罚禁闭，你就应该是从烟囱里面你爬出去，或者是从窗户里面跳出去。没有啊，我就把他阁楼翻得乱七八糟，结果在里面找到一部对我很重要的电影。当时其实根本听不懂电影里面在说什么，就是觉得里面飞行器的声音特别好听。我就在想，将来也许会有像电影里面那样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飞行器，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吧。就像手机啊、VR 眼镜啊，很酷吧？好疯，但我会陪你一起疯，疯到我们70、80岁。只要这个东西不摘掉，就证明我没有放弃。他怎么比平时快那么多？正常，越焦虑速度越快。你看，又快了吧？不出5圈，绝对摔倒。太不像话了 ！VIV 公司来确认 VR 眼罩样机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一个大老板、2个项目负责人全都不接电话。开定位发 email， 谁先找着双倍奖金。还好，没有耽误你的重要时刻。希望这次的 VR 眼镜能让我在地铁里也能看清楚你跑酷的样子，那就算成功了。哦，原来我是你的试验工具是吗？一会儿一块去极客飞行吧。不行，我拐了他们的老大3天3夜，还私奔呢。我不想送上门被他们杀了。算不上私奔吧，
顶多就是去海边试飞了一下无人机。我觉得“私奔”这个词比较适合。马上来接你，有惊喜。嗯。来吧，软硬件确认。开始吧。双红外摄像头 OK， 重力感应 OK， 动态捕捉系统 OK， 图像回传系统确认。好了。光影反射眼球，自动追踪瞳孔，测算倾斜角度，成功追踪小安视点。小安，画面怎么样？超高清。你别动我了，我已经到天台了，这脚底下也太吓人了吧！这是办公室，没事儿。我跟你们说啊，现在一切数值都是正常的。可是这数据再正常，毕竟咱们没有做过反复的实地测试啊。玩什么呢？谁说没做过实地测试啊？老大回来了。老大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这些天你去哪儿了？我去给你们做实地测试了呀。刚才来的路上戴着 VR 眼镜走了3公里，非常顺利。地图的定位合格。不管在天桥上这种极亮的地方，还是在地下通道这种极暗的地方，适配的灵敏度极高，合格。VR 眼镜还是半正品，老大你敢戴上去？实地测试的数据我们永远都不嫌多，对吧？我们是不是要记住上次掉包的教训啊？看看没有，这就是老大。老大，你心情怎么那么好啊？好吗？你一直都在笑啊。好几天没见人，回来就这么高兴，也不知道去哪儿喽。VIV 的人怎么还没来啊？收到一封来自 VIV 的文件，读一下。经过多方考量 ，VIV 非常遗憾地放弃与极客飞行的合作，对贵公司造成的损失，我们深表歉意。其余后续事宜，我方律师会联系律师处理。什么情况？说你这个董事长，大白天不在公司，跑到这里来喝茶。有话说有屁放啊，别耽误老子喝茶。给您打听个人，谁啊？安宁。不认识。这个老家伙少在这给我打太极啊！你说你不到小乔公司去作妖，来我这儿干嘛？你这个大土豪，怎么会懂我们这些创业公司的艰辛呢？一个莫名其妙的外资公司突然闯入无人机领域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怎么，他的公司和小乔的公司有竞争？还说你不认识安妮？哎呀，这个安宁啊，不简单。怎么就不简单？他早年间认识了一个大哥，后来出了点事儿，异国他乡美国去了。我打听到的消息是，说她是一个美国上流社会的贵妇，产业还遍布海内外。你说你
赖在我这儿跟我聊这些陈年八卦，啊？还不去小乔那儿提醒他多注意这家公司的动向？哎，哪儿去了？通知小乔去。哎，堂堂10月什么人啊？万花丛中过，便宜不沾身的主，现在呢，坐在地上给狗计划领结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以为欧阳琦不在呢，你就以为是这个宠物医院里面的男主人是吗？嗯，我交给你的正经事办好了吗？让7号去了。为什么叫他去？你放心吧，让7号去搞砸谈判，物尽其用。他的本事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会换了吗？他这个人 ，no news is good news， 没有。哎，对了，你求爱整点拉满气氛，你带这3条狗干嘛？求爱呢，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不重要。反而你呢，求来求去，也求不到欧阳琦的爱，这个我也是服了你了。我才真是佩服你，我跟欧阳琦呢就是太保守，就应该学学你，直接度蜜月。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牵过他的手？没有。亲过他了？没有。这些事情呢，你什么都没有做过，怎么直接？怎么了？安姐让我过来接您参加Wins开业酒会。我也去。安姐只邀请了10个。我也是 Wins 重要成员之一，那我也没看你替 Wins 做什么你该做的事情啊。没事，你不用去了。你去了，我怕安姐不高兴。没有消息，未必是好消息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来不及给你解释。你怎么慌成这样？老大，出事了 ！VIV 的技术人员刚刚修改了服务器的管理权限，我这现在什么数据都下载不了。一旦交互平台服务器被清除，我们之前记录的所有数据、写的所有算法，以及为 PIA 所有匹配的共享模块，就都找不到了。突破他们的网络封锁，拿到服务器的控制权，在他们撤除服务器之前远程下载数据。这种远程入侵，如果一旦要是被查出来，就会成为别人的把柄，到时候就给足了对手黑咱们的机会。老大，要不你再想想？想什么想啊？数据本来就是双方共享的，他们凭什么单方面清除啊？我来。我已经入侵他们的系统了。老大，这个密码。所以说以后千万不能得罪女人，尤其是这种简单、直接、一根针的技术摘密。闭嘴，别打扰正在战斗的女战士。哎，50%了。
看来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 90%。速度挺快的啊！你们在原地待命，给我查清楚 Vince 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，随时发给我，我去就行了。什么时回来再说。我们从小到大，每个人都有无法实现的梦想。梦想之所以称之为梦想，是因为它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实现，不贵，又怎么能称之为梦想呢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紧张，比如开跑车去驰骋，驾飞机去翱翔；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放松一下，跟僵尸大战和吸血鬼厮杀。更有些时候可能需要寻找一点刺激，比如痛殴一顿你的老板。但无论这些梦想是否能够实现，它都会在你的脑海里面，每一天让你神魂颠倒，浮想联翩。我哑巴了。产品定位、外观设计、性能技术，跟咱们思路一模一样啊！石总怎么变成 Vince 的 CEO 了？这不就是商业间谍吗？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潜伏吗？走走走走走！都给我站住！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在南桥回来之前，你们哪儿都不能去，都把嘴巴闭紧了。谁要是问起十月来，一概都说不知道。温总，什么都别说了，都给我出去！温总，我要一个人静一下。这就是 Vince 为什么要花上亿元的资金来投资 VR 技术的原因。毕竟梦想是无价的，对吗？Vince 将与世界顶尖的 VRV 集团共同研发一款带有 VR 眼罩技术的消费级无人机，并且会将这款眼罩全线赠送予极酷网的会员。看这里，安总，看中间。安总，看中间，看中间。
安总看中间。安总，麻烦看一下右边。这会改变国内无人机的商业版图，对吗？接下来所有的问题都由 Wins 新任 CEO 10月先生回答。石总，您能介绍一下 Wins 在无人机领域的创新吗？听说投资规模非常大，您能给一个具体数字吗？现在投资的预算我们还没定下。那您介绍一下您的无人机产品什么时候可以上线呢？应该大概1年半以后会上线。会不会延期呢？不会。那您对虚拟现实眼罩跟它的结合有什么看法吗？大概明年就会开始实施。安总，亲爱的太太，你的离婚证还没捂热呢，就找到新欢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对，就这个样子。这个就是你原来的样子，我喜欢你。这里不是叙旧的地方。这么迫切的让我走，我为了你呀，我抛妻离子，我给你身份，给你地位，给了你所有进入上流社会的筹码，而你呢，你却忘恩负义啊！别伤心了。Q 哥，哎，来，吃个零食，别哭了啊！抱抱我，你的最爱，治疗你受伤的心灵。不开心，求抱抱。抱啊！快30人了，装可爱个点。当初觉得他又瘦又体贴，也不知道是脑子坏了还是眼睛瞎了。这脑子坏了呢，可以修；眼睛瞎了也能治啊！吃吧。宁儿，你抱我吧。我抱你干嘛呀？我来抱我。哎，老大。哎，老大，YV 跟 Wins 真的签约了，太可耻了吧？石总真的是 Wins 的 CEO 吗？老大，你不会又一进屋就把门给关上了吧？林修栈到暗走陈仓，10月是幕后老板。那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？他不会已经已婚了吧？你说啥呀？没看新闻？安宁，Wins 的创始人，肯定是终极 BOSS。可他们看起来关系不一般啊！我会这么挽着你剪彩吗？不是，咱们来捋一下思路啊！你看，10月有另外一个公司，然后这个公司又跟咱们抢生意，不给咱们活路。10月本人又有另外一个女人，不是，这不是骗财又骗色吗？别胡说！现在我们唯一能够确认的就是10月的确是 Wins 的老板，其他的事情你们先别瞎猜了。都散了吧。当时你在现场，10月和 Wins 还有那个女人，她究竟什么情况？
事情恐怕不仅仅只是恶性的商业竞争这么简单。南桥在情感上受到打击，不比公司受到的打击小。那你刚才还说10月向我承诺过，他是绝对不会伤害南桥的。在调查清楚事情之前，我宁愿选择相信他。可10月跟那个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如果我们早知道这些，现在也不至于这么被动。我会去找他问清楚的。又是偶遇啊？我是故意的。有话要说吗？你说想当我的床头灯，这一次让我当你的指路牌，好不好？这种失身的戏码不行。但这种戏，就我一个人看着过。你的路呢，好不容易爬上来，现在放弃，甘心吗？何况，你还有那么多同事陪着你。失败就会让人不舒服啊，但错就是错，没有必要去坚持，还不如重新开始。你是在罚我吗？没有啊，是你把我想得太脆弱了吧？会说鸡汤？你10月会说鸡汤吗？其实我想问，那天我在攀岩馆里问你的事情。那我会陪你一起疯，疯到我们70、80岁。只要这个东西不摘掉，就证明我没有放弃。他费尽心思接近老大，成为股东，就为了今天。我觉得他不像你说的商业间谍。那是因为他老道够狠，他不仅步步为营，是不是？还欺骗老大感情。如果真如你所说，这一切都是他早就预谋好的，那他为什么不卷了公司的钱一走了之呢？撬走 VIV， 跳槽 Wins， 这还不严重啊？一个项目而已，又不是将我们置于死地了。如果他真是商业间谍，为什么不等拿到核心技术再暴露呢？哎，你们说，他对咱们老大是真心的吗？假的，赤裸裸的欺骗。我觉得是真心的。你看那小眼神儿，那微表情，还有那小动作，骗不了人的。就你那点阅历，你
见过几个渣男啊？你被骗过几次你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俩脑袋清空，嘴闭严，10月浩劫再也不是咱们人了。不对，是咱们人，是咱们敌人。我虽然刚刚工作，但不是小孩，知道好赖，用不着你跟训狗似的说我。哎，我就是担心咱们老大。你看啊，先是来了个周然，现在又来了个10月，情路坎坷呀。情场失意，后面是什么？赌场得意。你们两个敢不敢跟我赌一场？赌什么？下回合咱们完胜 Vince 下来。进去坐一会儿吧。不了，洗个澡，你休息一下吧。晚上高空酒廊见。好，高空酒廊，我等你。让司机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。我想自己一个人走一下。每个抽屉里放什么，我心里都明白着。这么厉害啊！你见什么人穿什么西装，说人话还是说鬼话，我心里都有一本明账。那我保险箱的密码是多少呢？怎么就破解了？叫一瓶酒。
的边缘，再给你几点温柔，陪在你身边。我爱你，你的一切，就算不被谁了解，我执着的话